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期被外界普遍认为政治行情看涨，这位唯一正国籍60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将扮演什么角色？他是如何取得疑心很重的习近平信任，并把他放在正国级位置上？今天不妨分析一下。丁薛祥今年6月25日在全国科技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首次以中央科技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对外亮相，并做了总结讲话。而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国科技事业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又一次为中国科技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中央科技委员会是习近平为架空一众政治局常委权力，实行权力高度集中而组建的众多小组委员会治国的其中一例，也是20大后2023年3月两会上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新组建的委员会。之前有一个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是时任总理李克强，这个小组2018年被中央撤销。如果按照此前的惯例，对应这个小组的规格，中央科技委主任应该是总理李强担任，现在由丁薛祥担任，说明丁薛祥政治行情看涨。近几个月，许多省级党委科技委也召开了会议，多个省份的省级党委科技委主任由省委书记、省长共同担任。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后，20岁的他分配到上海材料研究所，在那里工作了17年。相比其他常委，他也是唯一通过正规高考考上大学并且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20大政治局常委，但是他只是一个技术官僚，靠政治忠诚爬升到高位，缺乏科技背景，也不懂经济，更没有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工作经验。能够成为唯一正国级60后，是因为习近平对他的忠诚度认可和放心。丁薛祥在上海材料所工作2年以后，赶上中共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浪潮，加入了中共，随后一直从事党政工作，包括研究所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所长等。他在职学习获得的硕士学位和他的专业知识毫无关系，是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得的在职学位。1999年，37岁的丁薛祥进入上海市一级党政系统，先后担任过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政局级、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长。也就是说，丁薛祥是在黄菊和陈良宇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被提拔起来的年轻技术官员。2007年3月，习近平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成为刚刚就职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不到3个月的丁薛祥的顶头上司。2个月之后，丁薛祥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成为副部级官员。丁薛祥和习近平在上海的工作关系只有7个月。2007年10月，习近平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7个月里，丁薛祥获得了习近平的信任。当然更重要的是，习近平需要丁薛祥保持与江泽民的特殊联系。2007年10月，上海颇委书记由邓小平家族代言人俞正声按任，任期5年。丁薛祥依旧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替习近平盯着上海，更重要的是替习近平维护好江家的关系，也深得江家的信任。俞正声18大前进入常委，上海颇委书记由老市长韩正接任。丁薛祥此时卸任市委秘书长，转任上海市政法委书记。
接替江泽民亲外甥吴志明，而吴志明此前把持上海市公安政法系统长达14年，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又要深得习近平信人江家满意，绝非易事。但丁薛祥精明的漩涡在习近平和江家之间，最终得到习近平的认可，也得到江泽民的支持。早在2002年中共16大后，江泽民虽然卸任党内职务，但通过垂帘听政继续对中共政局施加深远影响。此时，江系上海帮成为中共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丁薛祥在上海的政治生涯也因此受到了江系势力的直接提携和扶持。在这个时期，丁薛祥不仅在上海市的党政系统内不断升迁，还通过与江系核心人物的联系，逐渐获得了更广泛的政治资源。他在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使他与上海帮的重要成员密切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江系中的地位。丁薛祥的政治生涯自始至终带有鲜明的江系上海帮色彩，然而他最终成为习近平的重要幕僚。这种转变的背景和过程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智慧，也揭示了江泽民与习近平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习近平掌权之初，虽然名义上是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和前任胡锦涛一样，在许多方面受到江泽民的钳制。在江泽民通过垂帘听政控制政局的情况下，习近平无法完全自主决定身边人的安排。丁薛祥的进入中南海就带有江系势力的深刻烙印。这一时期，江泽民通过对中共高层的布局，使习近平必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妥协，这也影响了习近平对身边人选的决定。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初，被江泽民派到习近平身边，任中办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显然是江泽民精心安排的一部分。这一安排不仅是江泽民对习近平的监控措施，也显示了江泽民对丁薛祥的信任。江泽民通过丁薛祥确保了对习近平的影响力，防止出现令计划式的家贼问题，确保习近平的决策不会被外部力量干扰，同时防止福建浙江的外乡人包围习近平。中央办公厅主任一直是中共高层中的关键职位，丁薛祥的崛起和未来的角色与这一职位息息相关。在习近平之前的胡锦涛时代，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位由胡锦涛的亲信令计划担任。令计划为胡锦涛死心塌地服务，尤其是在胡执政后期，帮助胡锦涛策划摆脱江泽民控制的政治步骤。因此，令计划被江泽民视为眼中钉。在中共18大之前，江泽民成功将令计划赶出中办。此后，江泽民一直认为在用人上，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重用了令计划，这使他对中办主任这一职位格外重视。丁薛祥在习近平身边工作的目的之一，也是为未来接掌这一关键职位做好准备。果然，在2017年中共19大上，丁薛祥接替栗战书，正式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完成了从江系上海帮卧底到中共大管家的转变。习近平在完成第一任期后，对中共的权力结构有了深刻理解。江泽民对习近平的扶上马送一程进入了最后阶段，习近平通过大规模反腐清洗了江系大批人马，也摧毁了江泽民在党政军内的人事布局，而丁薛祥在这个过程中顺利完成了角色转换，从江泽民的监军变成习近平的核心幕僚。这种角色转变也反映了中共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高层政治的不可预测性。
丁薛祥进入习近平核心圈之后，逐步在习近平身边积累了极高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他的政治灵活性和对江派势力的深刻了解，使他能够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成为习近平的重要助手和核心幕僚，逐渐淡化了江泽民的监军色彩。在习近平的权力逐步稳固的过程中，丁薛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不仅在党务工作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还在重大决策中为习近平提供了重要支持。然而，丁薛祥的背景始终是江系，这一背景在习近平最终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逐渐成为了负面因素，影响了他在中共高层中的位置和作用。在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建立了自己的习家王国，奠定了以枝江新军和闽江旧部为基础的权力架构。丁薛祥的角色从表面上的亲信，逐渐转变为一个身居高位但缺少实权的尴尬境地。虽然丁薛祥升任常委，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这看似是升职，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在这个过程中，丁薛祥面临着习近平亲信李强的压制，并逐渐被边缘化。尽管他在常委中继续担任要职，但他在权力争夺和内部排挤中处境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丁薛祥从江系上海帮的成员到习近平的核心幕僚，他的经历反映了江泽民对习近平早期的深远影响，也揭示了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深刻逻辑。在习近平完成第一任期后，尽管丁薛祥顺利进入常委，但面临的权力挑战和边缘化问题显示了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复杂与微妙。当然，认为丁薛祥政治行情看涨的人也挺多。丁薛祥重点培养的老部下师小林，2018年5月从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2021年8月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之后，又于今年7月31号正式成为四川省代省长。这意味着丁薛祥培植的亲信获得习近平认可。以往习近平最忌讳最反感身边人培植自己的人马，大凡他不放心的人培植的人马都被反腐彻底清洗，包括过去江泽民、胡锦涛赏识的重臣，包括王岐山、赵乐际、李元朝推荐提拔的人都被清洗一空，连陈敏尔的大秘都被抛弃。与丁薛祥关系非同一般的施小林在55岁成为大省省长，接下来接任省委书记水到渠成，再进一步就是入主北京。去年海外媒体纷纷议论这位唯一正国级60后有点失宠。丁薛祥虽然从副国级政治局委员升为正国级政治局常委，但排在第6位。最重要的观察点是去年4月21日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本应接任中央深改委副主任的丁薛祥被排挤出局，这看起来极不寻常。按照过往惯例，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通常由总书记担任，副主任一职分别由国务院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常务副总理3人出任。上届副主任是李克强、王沪宁和韩正，而新一届深改委主任仍然是习近平，副主任则分别由李强、王沪宁、蔡奇担任。舆论认为这种安排习近平有意冷落丁薛祥，习近平对丁薛祥的信任度大打折扣。丁薛祥从18届中央候补委员直接升为19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像之前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和曾庆红，都经历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过渡期，且丁薛祥没有在地方或国务院历练的过程，又在20大直接升为正国级常委。
我认为对丁薛祥的安排算不上失宠，只是打掉了外界关于接班人的猜测，也斩断了丁薛祥接班的想法。此前陈敏尔一度被外界视为接班人追捧，结果连入场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习近平要栽培接班人，丁薛祥今天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蔡奇的位子，而蔡奇作为一个追随习近平几十年的老臣，无论是能力和年龄都不具备接班的资格，所以20大后被委以重任。丁薛祥身为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发展改革、教育、科技、生态环境、税务、统计、知识产权等领域，对应原国务院副总理分工，其分管职权是将韩正分管的发展改革和部分财政权力，刘鹤分管的科技和孙春兰分管的教育合并掌控在手中。但就实权来看，丁薛祥却又不如何立峰的实权大。何立峰为习家军福建帮重要成员，任职副总理后接管了刘鹤的大部分财经权力，主管财政、金融、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等领域，同时任职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时主抓中共对外经贸关系，是中美经贸对话、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的中方牵头人。20届三中全会前夕，丁薛祥政治行情看涨。6月18日，丁薛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见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时表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徵关税是典型的保护主义，不利欧盟绿色转型。丁薛祥此次出访是参加气候变化国际对话，指责起欧盟加征中国电动车关税事宜如此故意跑题，显然是为了迎合习近平新质生产力的经济转型战略谋划。6月，丁薛祥任职中央科技委主任，表明丁薛祥的正在重获政治空间，这也对外释放了3个政治信号。第一个信号，丁薛祥正在重获习近平信任。外界推测丁薛祥20大上名声暗降、失宠的几大原因，一个可能是他与上海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丁薛祥2012年5月转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同年11月14日当选中共18届中央候补委员，并在韩正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后的常委会里继续分管政法，与韩正的关系当然非同一般。第二个原因，外界一度认为丁薛祥是习近平未来接班人之一，从年龄上来说最有优势。正是这种说法被习近平冷落，习近平最忌讳的就是妄谈接班人问题，尽管丁薛祥没有地方省市一把手的工作经验。丁薛祥政治行情涨跌也可能是习家军内部各帮派权斗失衡外溢的结果。去年2月，我曾对外透露，王小洪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中，违反组织程序，私自动用警力抓捕金主，被时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告发，而丁薛祥同样有些小动作被王小洪抓住把柄，使得习近平对这2名亲信各打50大板。丁薛祥原本扮演蔡奇的角色，后来担任正国级副总理，其权力还不如另一位副国级的副总理何立峰。丁王内斗的结果就是蔡奇得势，实际权力超过了李强。无论上述几点是不是导致丁薛祥失宠的原因，丁薛祥20大后一度失宠是事实，但一贯低调隐忍、长袖善舞的丁薛祥要获得习近平信任比其他人更容易。再过3年21大，65岁的丁薛祥很有可能接替年满68岁的李强，担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至于习近平的接班人，尽管有不少媒体热炒另外几位60后政治局委员，我认为很不现实。
我认为习近平不会挑选任何一位60后接班，最起码也是现在还被雪藏的70后甚至80后，才有可能被习近平钦定为接班人。